你说李逆他领着兵不进洛阳城，反而扎营了，是什么道理呢？李逆派人给父皇的奏书上说的是大军不便于进城，驻于城外，便于军机云云。哼，这明明就是打了败仗不肯进城，还有脸面给父皇上书说要去收复什么西长京。大哥，崔家公子如今死了，崔乙必定是怒火中烧啊。他不进城也好，免得到时候万一崔家军来了，祸及了洛阳城。皇孙既然传信来给父亲，想必是有了破西长京的计策。李逆在信中说，希望我能够暗中联系朝中的旧臣，将孙敬征百越惨败一事散播出去，使市井乡间皆以为大败是真，最好能令粮价飞涨，这样最易动摇民心。父亲，您觉得皇孙是何计策？此人机巧善变，我也实在是看不出啊。不过，看他打算搅乱城中民心，一旦这城中乱起来，他便有机可乘。谢谢你，不疼吧？不疼。你要想下棋，我给你找一套便是，何必这么辛苦，自己打磨呢？公子喜欢下棋，
经答应过他，一定会送他一套我亲手打磨的棋子。阿莹，副帅终于答应咱们，可以率军出瀛州了。时机总是稍纵即逝，咱们可不能错失良机啊！真的吗？阿莹，我知道，这是你心心念念的。自从那个孙敬谋逆，你就想要放手一搏，逐鹿天下，问鼎九州。公子是知道我所思所想的人。阿莹的所思所想，自然就是我的所思所想。只要你想去做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你做到。谢谢公子。既然我把这事儿给办到了，那上次你答应我的，可不能忘哦。我当然记得了，公子说过想要一套棋子。公子放心，等行军得闲的时候，我一定要亲手打磨一套送给公子。那倒不用，只要是你亲自挑选出来的乐料，到时候我让玉工琢磨，是一样的。那不行，一定要我亲手打磨，这是我的心意嘛。但是现在，怕是再也没有机会当面送给他了。公子为了我，中枪坠河，尸骨无存。我现在只能为他立一个衣冠冢，为他打磨一套棋子作为陪葬。怎么？这你都不允许吗？一定要说着负气的话。我没有说负气的话。公子是为我死的，我不应该为他伤心吗？我不应该为他难过吗？所以，你还是怪我没有救你们家公子是吗？是。所以你这么伤心，巴不得跟他一起去死是吗？是。李聂，我告诉你，我一直都在骗你。我早就轻信我们家公子，所以我从来都是骗。西长京是我骗你去的，潼关之事是我和公子早就谋划好。我就是想要骗你，想骗得你一败涂地。但是现在公子死了，我把你的机会不想再骗你了。来吧，一刀杀了我吧。你真的是知道如何让我伤心啊，所以才跟我说这话。我知道我冤枉了你，伤了你的心，所以你要说这话伤我的心，是吗？我伤什么心啊？我为什么要伤心？我一直都在骗你，我何谈伤心啊？我是骗你的。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，都是假的。可我对你都是真的。我不管你是真喜欢你们家公子，还是假喜欢你们家公子，我对你就是真心的。从第一天见到你，你把我踹到井里了，那时我就在想，如此凶狠狡诈之人，下次我见到他一定要把他踹到井里。可后来我没有见到了，我本来可以对你下狠手，我没有这么做，我犹豫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天在太清宫，我和你打了个赌，结果我输给了你。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高兴，因为我终于知道，其实你心里也喜欢我，你心里也有我，所以你口口声声说你骗我，你不喜欢我，说从前都是假的，我不会相信，因为你对我都是真的。哪怕再生我的气都好，不要拿自己的身凑我气。你身上有伤，好好吃药，也不要不吃饭。难道是天太冷了？桃子，好久不见，终于又见到你了。桃子，桃子，你为什么又不理我了？我帮你。哎，桃子，桃子。这老鼠又来了。这老鼠来一次，你就发一次脾气，肝气郁结，我真是担心你这伤啊，迟迟都好不了。心里不好受，要不咱们吃颗乳糖？这老鼠也真是的。明知道我们校尉看见他就想砸他，还敢拿糖来。那，咱们把药喝了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破了皮而已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就算是公子九泉之下，看见你这样折磨自己。他也是会很心痛的。来，方才你跟李妮吵架了？是啊，我把他骂了一顿。说了好些狠话，但没想到他反倒什么？没什么。校尉，我知道你还在气李妮不相信你，更气他在危难的时候作壁上观。公子的死。你又伤心又自责，可你总这么难过下去不是办法，你总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的，是不是？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
咱们现在困在这儿，还不知道大将军该如何担心呢。还是要想个办法脱身回应州。小伟，要不咱们就从李密身上下手，好脱身回应州。小老鼠偷灯油，偷不着偷蜜糖。哎呀，你晚上就喝了药，你饭也不吃，这样下去肯定会有伤元气。我给你带了一罐蜂蜜，给你烙了个饼，你要不就吃一点。多谢皇孙关心，我不饿。你就算生我的气，也不能不吃东西啊。皇孙何必要这么关心一位阶下囚？天太晚了，男女有别，皇孙在这里实在不方便，还是赶紧走吧。我只是想请你留下来多待几日，你并不是阶下囚。皇孙何必要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？我们家公子已经死了，何某一介女流，对于皇孙挟制我们崔家军没有任何用处。既然说我不是阶下囚，那你为何不肯放我走？因为你身上有伤。当日你如果晚来一刻，我便也已是江中冤魂，何必还要在这关心我有没有伤？你就算不为我，也要为桃子想想。她成日急得要哭，担心你伤势恶化。你说你药也不吃，饭也不用，这样下去真的会伤了元气。你不要妄想用我身边的人来挟制我。我跟桃子情同姐妹，她如何我如何，我们两相自然之道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既然还生我的气，那我先走了。不要带着怒气睡觉，对身体不好。
来帮你拿。桃子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你可不可以别不理我了？哎，桃子，你采药去啊，我陪你一起吧。桃子，陛下下旨封我为秦王，令我为行军大总管，收复西长京。圣旨是昨天晚上到的，不仅封了你为秦王，还改封会稽王为齐王，临淄王为信王。唉，这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！若收复不了西长京，那就该问我罪了。石七郎，要不然上书辞一辞？辞什么？陛下都下旨了，但我就做秦王，正好以行军大总管的名头，可以名正言顺调遣天下亲王之师，收复西长京。这一次，城里面就靠你们了。你就放心吧，石七郎，我们一定会按你说的办，把这西长京啊闹他个天翻地覆。就是，咱们兄弟别的本事没有，闹他个天翻地覆这种事儿再拿手不过。是啊，这次我伤还没好，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去了。我替你去，给你闹个双份的回来。现在城中暗流涌动，敌我莫辨，你们千万要留心，行事必须谨慎，还有，务必保自身周全。你就放心吧，等攻下西长京，我们再回来同你们喝酒。喝酒，攻下西长京，回来一起喝酒，一起喝酒。走。相爷，现城中谣言四起，近几日粮价飞涨，人心惶惶。都说那孙大都督派去伐百越的大军败了，城里都说那韦帝的儿子李逆刚刚被封秦王，眼看着就要攻打西长京，都说他是天煞星下凡，专克大都督的。还说什么了？还说秦王派奸细在井水里下了毒，闹得人心惶惶的，都不敢食用井水了。还有人说那太仓里其实是空的，连半颗粮食都没有。这粮食啊，早就被伐百越的大军拿去当了军粮了。只要秦王一围城，这城中的百姓都会被活活饿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命令下人严守门户，不得出门。是。你可明白了？秦王这是想搅乱。正是，秦王正是想搅乱民心。现在就看宫中那一位会如何应对了。把那些妖言惑众的人都抓起来，杀了！大都督，只怕这造谣之人别有用心，所以才要杀。不仅要杀，我还要株连九族。我就是要看看，到底还有谁再敢胡乱造谣生事。是。今日怎么这么早过来？哼，你从前不喜欢这些脂粉，今日怎么热衷起来了？也许是那一日，在镜中看见自己的白发吧。阿季，是否前朝有事？你不用同我讲，我跟你出去散散心。我自起兵，一直觉得天下九州腐蚀可得，没想到李逆率领镇西军竟然一路杀过来，剑指西长京。潼关是两京门户，只要潼关在手，李逆就算是有洛阳，也无用武之地。崔乙艰险，他若是和李逆联手，时局便会艰难起来了。不会的，崔乙别有私心，否则他不会派军出瀛州。李逆是韦帝之子，
两个人各怀心思，断不会轻易联手。我本不应该同你讲这些。走，打马球去。好。怎么，你打算这辈子都不理我了？秦王殿下多虑了，如今殿下刚刚封了秦王，想给殿下献殷勤的人多了去了。殿下又何必这么在意我？从前叫我皇孙，如今叫我殿下，你就不愿意再叫我十七郎了吗？哎呀，还是这里舒服呀。我年幼的时候呢，我奶娘哄我说，我要是有什么心愿的话，还有心清雅致在这里钓鱼啊？怎么，崔乙的大军来了吗？还没有，在路上，慢得很。石七郎，你说这个崔乙会不会另有心思？这西城京城里情势万变，如果他再不快点的话，我就怕这个时机稍纵即逝啊。他被我胁迫，当然不情不愿了。再说，我兵少他兵多，攻城他却要出全力，你说，他肯速速前来吗？
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大将军已经……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，说不定可以脱身。校尉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想到好办法。只是此事要从长计议。李逆这个人绝顶聪明，如果不计划周详，肯定还是难以脱身的。李逆呢？那个耳朵一直跟着我，我不搭理他，他就喋喋不休的。说起下午的时候，李逆一直在河边钓鱼，他还问我想不想吃鲜鱼呢。钓鱼？谁啊？殿下，是我，桃子。请进。殿下，小裴将军。殿下，校尉天天喝药，饮食减了大半，人也清瘦了不少，这些你都是知道的。今天校尉喝完药，突然说他想喝鱼丸汤，我就赶紧去问厨房了。但是厨房说今日不逢集，也只采买了一些蔬菜。可巧我看到那水桶里养了几尾活鱼，可他们说那是殿下今日在河边钓的，所以不敢擅自做主，我就前来询问一下殿下。难得他想吃点东西，我去厨房做吧。那就不劳烦了，我来做就行。没事，鱼丸捶打讲究巧劲儿，我来。如此的话，那就劳烦殿下了。桃子，你回来了。是啊，是我来了。趁热尝尝吧，凉了就腥了。好吃吗？倒是挺新鲜。你啊，就应该好好调养一下。就算再生我的气，也不能不爱惜自己。日后你要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我都找人给你去买。你就真的不怕我趁机传递消息，然后一走了之吗？你若是走得了，我也有办法将你半路截回来。你不信的话，尽管一试吧。孙敬征百越的大军并未真败，只是瀛州兵败，只怕孙敬会速速召回百越大军，他又掌控了潼关。对你是两面夹击，除非你能在百越大军回朝之前攻下西长京，但是以镇西军如今的兵力，怕是做不到了。说得真好，不过我还是不会放你走的。殿下真是知我甚深啊！你也知我甚深啊，彼此彼此。桃子，你药材买齐了没有？那个，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能不能理理我？只要你能理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你说我为什么不理你？那天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跟校尉被别人追杀。你们不管不顾的，你和你们家秦王一样，薄情寡义，见死不救，铁石心肠。不是的，那一天我也很着急，我也很想冲下去救你的，但是军令如山，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。再说，我们镇西军的兵卒是从来不会违反军令的。狡辩！我没有狡辩，
那一日，十七郎他也是有分寸的，他那时候张着弓搭着箭，他不会眼睁睁看你们出事的。哎，桃子，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呢？要不我陪你上山采药，或者我陪你买好吃的。哎，你还要吃猪耳朵吗？只要你愿意理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你说的，我让你做什么都行的。嗯。不，除了放你和何校尉离开。你不是耳朵挺好使的吗？你不会真的要吃我的耳朵吧？我呸！谁要吃你的臭耳朵了？我是说，我想让你给我做一个哨子。哨子？嗯，这个哨子呢，只有你一个人能听得见。以后我有什么急事找你的话，我吹那个哨子就行了。听起来挺难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可以做到。这还差。哎，那桃子，你接下来不会再不理我了吧？现在不生气了吧？看我的心情吧。唉，十七郎刚刚去见了何校尉，结果又吃了闭门羹。活该。桃子姑娘，其实十七郎真的对何校尉很好的，要不你帮忙在校尉面前美言几句，让他消消气。他要是真对我们家校尉好啊，就不会拿这些破烂药材滥竽充数了。我们家校尉的伤到现在还没好，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呀？桃子姑娘，你别生气，这样你开个药方给我，我来买。如果这附近买不到的，我就去西长京或者洛阳买，怎么样？这可是你说的啊。行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开药方。好，继续扇，不要停啊。哦。哎，干什么去？哦，何校尉的伤不是迟迟不见好吗？这里药材有限，所以桃子姑娘给了我个药方，让我去把药买齐。哦，对，桃子还说了，只要把这药买齐，她就会在何校尉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让他消气。龙骨、冠叶连桥、马蹄街、海浮石春不见、伊贝母，这么多药材，还特地指定了药铺，药铺之间相距又这么远。桃子说了，哪一家药铺药材最好，他最清楚。如果我到时候随便糊弄过去，他一闻就知道，到时候肯定饶不了我。嗯，辛苦了。那我去了。嗯，哎。桃子又没让你一家一家去买，你派人分头去买，岂不更快？桃子姑娘拜托我的事情，我怎么可以让别人去做呢？再说了，不就多跑几个地方吗？我脚程快，不会耽误的。那我走了。回春芳，终于找到了。掌柜的，帮我抓一下这个马蹄筋。啊，您的药。哎，谢谢。这是银钱，不用找了。哎，你慢走啊。哎。桃子姑娘，桃子姑娘，我要买齐了。这么快？你不会是偷懒没有买全吧？没有，我都是按你的单子一家一家买的。我看看。嗯。怎么样？嗯。那桃子姑娘，你可不可以在何校尉面前帮十七郎美言几句？行吧。看在这些药材的份上，哎，我再检查一下。哦，检查。阿莹，我看今天天气不错，我给你折了桂花。阿莹，阿莹。
那我把花放门口了。小伟，今天又有新鲜的花，我把昨天那束给换了吧。小伟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看这次秦王，哦不，是真心给你赔礼认错的。他不是说了吗？他不该不相信你。其实公子的事儿，是崔离那个小人所为，也怪不得他的。奇怪了，你今天怎么在帮他说话呀？哎呀，小魏，我是为你着想，好不好？我看这秦王啊，对你真是挺用心的，他还派人四处采买药材呢。哪怕天天看你的脸色，也想在这太清宫一直陪着你。其实啊，我也知道他是真心赔礼。我也不应该再生气了。若是旁人这样，我也不至于这么生气。但是，旁人怎么能跟他一样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说嘛。再说我要生气了。哎呀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，我给你换花。大将军，有消息了。石七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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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个好消息。怎么？桃子说他费了万千好话，终于说动了何小伟，让他答应跟你好好见一面。所以今天晚上他们在莲池设宴，到时候桃子会见机行事，留你们两个单独说话。哦对，桃子还说，姑娘家嘛，总归是心软的，你到时候要以诚心相待，多赔不是，这样定能够让何小伟消气。替我多谢桃子姑娘。好。身上有伤，别喝酒了。那日我们在太清宫，现在想起来，真是恍如隔世。是啊。
阿英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打起来了，打情骂俏，先打起来，自然就和好了嘛。再说，就算打起来，你们家那个17郎他能吃亏吗？别打扰他们了，咱们走吧。去哪儿？哦，我有点饿了，要不咱们去吃唐敏家的点心吧？我一直听说他们家的点心在东都特别有名，一定很好吃，我想去尝尝。走，我带你去。你干什么？你手上的伤好些了吗？棋子磨好了，手上的伤自然也就好了。你为你们家公子亲手打磨了整套棋子，连自己手受伤了都可以不顾，但你却没有亲手为我做过些什么。谁说我没有为你做过什么？你为我做过什么？亲手做的，在潼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做了。本来一直想着找机会送给你，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你是一个忘情负义、见死不救的人，我还是烧了算了。怎么能烧了呢？你要是不生气的话，只要你不生气，哪怕你一天骂我1000句、10000句。我都会乖乖听着。呸！谁愿意骂你？我打给你看好不好？我一只手记不好，能帮我记一下吗？不够紧，你看一下嘛，要不然你不就白送了吗？我看看，
太晕过去了，我多刺了2针，保管他3天都醒不过来。真狠，校尉教得好。请我。哎呀，你叫我呀？嗯？哎。秦王殿下好计策。哎呀，这不是将计就计吗？那日看到桃子给常儿的药单，就有所怀疑。果不其然，你们不仅通过药铺联系上了崔家军，还故意演了一出好戏，为的就是让常儿真的以为桃子为我美颜，而你也真的被说动了，就是为了设一场宴，刺晕我，以便逃脱。所以你早就知道了，就一直看着我们做戏。我这不是了解你吗？不让你试着逃一次，你怎么会甘心呢？好了，现在就带你们回到你们的住处。走喽！大都督，前往崔家军中的使节，被崔乙抽了一顿鞭子，逐了回来。哼！哎呀，崔乙这个脾气啊，倒是一点都没有改。崔家军的前锋已经到了九曲口，看样子是想渡河。若崔乙渡河，与李逆联手合围夹击西长京，京中又人心动荡，只怕于大局有碍。大都督，咱们要不要趁他渡河，中流击之？崔乙素来老辣，他若是敢从九曲口渡河，势必要想到那里河滩水浅，渡河易，伏击也不难。不对，他是不会从九曲口渡河的，8成是虚晃一枪。崔乙的儿子不是被人劫杀了吗？我看他此番未必是冲着咱们西长丁来的。放他渡河。大都督，若崔家军渡河之后，与李逆放他渡河。他若是敢火中取栗来攻我们西长京，那我就跟他决一死战。他要是奔洛阳去，那我就派出兵马，趁隙剿灭李逆。小心他。桃子，你们家校尉身体如何？还缺药材吗？托殿下的福，药材倒是不缺了。你心里明白，我们校尉的病都是被你气出来的。哎，这可糟了！说些让你们家校尉更生气的话吧。由于汲取了这一次教训呢，我又重新派重兵把太清宫这里里外外都围得跟铁桶一般。我更是派了几十名斥候，又把每一个出口死死地盯着。这次你们若还是想逃出去，我都替你们捏一把汗。秦王殿下，想必你已经计划周全，准备在西长京城中一击必中了。这再严密的计划呢，都会有纰漏，谈何周全，又谈何一击必中呢？既然还没有周全的计划，那不如这样吧，我来替你谋划，杀了孙敬，然后你放我离开，如何？
这不划算，我不答应。我竟然不知道殿下如此看重于我，小小女子，难道还贵重过孙子呀？崔乙独女，自然贵重过孙贼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们校尉是大将军的女儿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，怪不得你一直不肯放我走呢。桃子姑娘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几句话想对你们家何校尉说。其实我在救了你之后，我写了一封信给崔大将军。崔大将军，逢崔家军遇袭，恰在走近，昔为之晚矣，令公子堕河。幸其救得阿莹，深可为大将军之心。阿莹安然无恙，于镇西军中休养。唯望大将军率大军与镇西军同取西长京，灭孙贼，平叛秦王。届必可令凤凰归巢，完璧归于赵。我说你安然无恙，恳请他与我一起平叛孙贼，收复西长京。崔大将军虽然回了我的信，但殿下想说什么？不如就直说吧。我也终于知道，当初率娘子军力战不降在瀛州郡城的武烈夫人，就是你阿娘。武烈夫人姓贺，随你化姓氏为何，自称何氏。我这几日就常在想，武烈夫人是何等英杰啊，崔大将军又是何等人物，才能生出你这样的女儿啊？你这是在打探？是啊，崔大将军其人，我没有半分把握，所以只能这样请教喽。那或许，再过一段时间，你就会知道傅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为什么？我总觉得他跟你一样，聪明过人，是个十分厉害的角色。不知道我这样得罪他，他会如何发作呢？父亲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你拿我威胁他？傅帅会作何反应，自是不必说。若是你落在了他的手中，八成他会拿鞭子抽你。哎呀，那我可得小心点，不能落入他的手中。大将军，前锋诸部已尽数渡河。中军罢营吧。罪魁祸首竟然藏匿在洛阳城中，敢杀我儿子，我崔家军当然要还以颜色。什么？崔乙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？何校尉就是崔林，死了的那个崔林就是个幌子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石七郎，你是为了娶那个何氏，所以编了一通瞎话来骗我的，是不是？你仔细想想，从前崔公子对何校尉的态度，你再仔细想想，我有没有必要骗你？原来如此，所以你才把他扣在了太清宫，不肯放他，然后在这里布下重兵，你是想用他来胁迫崔乙？这怎么能说是胁迫呢？自然是请平凉大将军崔乙，看在我们镇西军元首相救他爱女的份上，与我等一起
秦王平叛，收复西长京。喝药啦！来来，今天秦王送的花还挺好看的。哎，你今天怎么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？变成什么样了？变回我们家以前的小姐了呗。哎，我想着，过几日，兴许就能回到父亲身边了。这病若是总好不了，岂不是要让他担心啊？你已经想到脱身的办法了？只怕父亲已经率军赶到洛阳城外了，局势风云变幻，这个李逆困不了咱们太久了。那太好了。我只是在想，要是公子能够侥幸脱险，那就真的太好了。不然，这会是我终身的遗憾。好了，如果公子知道的话，他也希望你能够不要多想，保重好自己。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，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安慰。这是母亲殉城以后，父亲告诉我的。石七郎，有消息了，孙敬果然出兵了，他兵分2路，一路去了洛阳，一路直奔咱们大营来了。果然被你料到了，孙敬这个老贼，真的趁崔乙攻打洛阳城之机，派兵攻打我们镇西军，而且还派了一支军队去了洛阳城，看来是想白捡这个便宜啊。那我们就先在这里杀他们个猝不及防。天气都凉了，哪来这么多花呀？秦王不是命人每天送来1束花吗？我就把这花瓣、花蕊啊都给摘下来，能入药的入药，不能入药的就入狱，绝不浪费。我们家桃子还真是不嫌麻烦呢。每天待在这儿，闷都闷死了，总得找些事情做吧。这之前秦王送来的衣饰还真是挺好看的，小薇，我觉得你还是这样打扮最好看了。你呀，就是喜欢我打扮成这美娇娘的样子。咱们校尉在军中那也是十分的英姿飒爽，但你难得像今日这般精心打扮，我还是觉得你这样最美了。今日怎么秦王迟迟没来？我猜他肯定是被什么事情给绊住了，搞不好副帅已经到了。
洛阳城里可得争口气了，能挺一刻是一刻。若洛阳城破了，孙晋的人马马上就会调转过来和他们会合，来夹击我们。到时候啊，就大大的不妙了。老四，咱俩赌一把，什么？就赌这洛阳城，他能守到几时几刻？不跟你赌，不跟你赌。洛阳恐怕是一时半刻也守不住。嘿，一帮莽夫！如今只能指望崔乙能够阻孙敬一族了。真的，大将军真的来了。我虽然是猜测，但是8、9不离十。这些年，崔家军都以公子的名号在外征战，副帅一直久居瀛州，但一招出手便大破孙敬之军。李逆这个人心思缜密，他摸不清副帅的行事做派，便不会轻举妄动。那秦王到底想干什么啊？难道他想跟大将军开战？上兵伐谋，其次伐兵。李逆的上上之策，肯定是想拉拢副帅，合纵连横，收复西长京，力保李氏江山不失。啊，这个李逆想的还挺美的。小姐，你可什么都别跟他说。这次大将军来了，可得好好揍他一顿，给咱们出口气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不跟他说。再说了，副帅是何等人物，又何须我说呢？十七郎，俘虏已经全部安排好了，而且还有些伤兵，也给他们上了药。咱们这一仗又折损了孙敬不少人马。撤！十七郎，崔义于申时从丰台门攻入洛阳，新王和齐王还有陛下皆无消息。哦对，崔义还派人送了封信过来。今奉陛下及信王、齐王于洛阳，以咸邑之城，望殿下即刻送还我崔家军人，否则必提兵相见。果然是有其女必有其父，真的是半点亏都不肯吃。殿下，请用茶。来，谢谢。这护腕还带着呢。是啊，取银针时费了些功夫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取下过了。连护腕都只有这一个，殿下何至于如此窘迫？若有人愿意再送我一只，我自然乐意收下。殿下军务繁忙，既特意到此，想必是我父帅令殿下看到了他的诚意。我之前呢，还好奇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与你简直是一模一样。你不愧为他的女儿，他也不愧为你的父亲。这话如何说啊？你的父帅呢，已经不费吹灰之力攻入洛阳，我父亲和2位兄长全部被你的父帅俘获。父帅生性豪爽好客，想必陛下也会十分适宜。你说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是像你父亲多一点，还是像你母亲多一点？别以为你跟我说这些甜言蜜语，我就会忘了你把我关押在此处之仇。你父亲这般好客，我哪敢再留念？只是，
是仅此一别，再相见时，不知何时何地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放我走啊？崔大将军写了信，说希望明日就能见到你。我哪敢不从啊？明天啊？明天。实在太快了吧？那，你试试。你真的做出来了？你能听到？啊！以后只要你吹响它，我就会立刻到你身边。我在这儿呢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吗？我很喜欢，我就是想吃猪耳朵。我给你去买。哦，你别难过，我很快回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你真的要现在去买猪耳朵吗？那，你不是说你想吃吗？你呀，真是蠢的不可救药。在这儿呢。十七郎，你不是说这周围有重兵把守，还有好多斥候吗？是啊。那如果我们从这儿悄悄溜出去，会有人发现吗？试试。
其实，我一直都很好奇，你究竟是怎么样知道我的身份的？崔家大小姐的气度，自然不是普通人可及啊。我的身份还有和公子的关系，别人都不怀疑，怎么偏偏就你能看出来？当初呢，你骗我说你是崔公子的侍妾，我便对你的身份起疑，于是我便设宴试探崔公子，更是佐证了你的身份并不简单。你和你们家公子名为主仆，实则他对你更近几分。加之洛阳城之前，我又撞破了你替你们家公子上阵御敌。我就知道，当时你挑开我的面具，不免会疑心。可是当时我只是带公子上阵，你又如何能确定我就是父帅的女儿？当日你在潼关不顾自身安危也要救崔大将军，在旁人看起来可能全无破绽，但经过我细细琢磨之后，我总觉得不对，终于就被我猜到了。原来你早就知晓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常常在想，如果你不是崔家女儿，我也不是李氏子弟，我们之间会不会就不会有这么多隔阂和波折？太孙寻不回来，又或者你的父皇根本就不愿意立太孙为储君呢？我们私奔吧。待到天下太平，寻回太孙之后，我们就离开西长京，一起去劳兰关，过逍遥自在的日子，好不好？虽然知道不是真的，但是听你这么说，我还是很高兴。当日我们约定，等到海清河晏之时，同游乐游园。可惜，天下未定，明日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。会有那天的，到时候我们就先游乐游园，再去劳兰关。我们一起骑马驰骋，去看看这山河，好吗？
明日分开，再见就不知何时了。当日得你所爱，今天完璧归赵了。阿莹，你跟你们家公子真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？我看你是对这件事情尤为在意。那当然了，我第一次见到你们就那么亲密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问？公子他八成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清楚，我心中便不再有猜忌。以后呢，保证也不问了。公子的本名叫做柳成风，小的时候他救过我。他父母早亡，所以爹爹就把他收养成了义子。我阿娘年轻的时候受过伤，身子不好，所以跟阿爹结离10年也未生育。但那个时候，爹爹已经是边陲大将，朝中为了牵制爹爹，借口他无子，非要赐给他一位夫人。后来阿娘心一横，到处研医问药，最后终于有了我。可惜，还是无法应对朝廷。阿爹便谎称自己生了个男娃，按照崔家的排行，取名为崔林，奏报于朝中。原来如此。后来，阿爹在瀛州对抗接硕，阿娘力战殉城，朝中追封阿娘为武烈夫人。阿爹感念阿娘的情谊，再未续弦。后来阿爹也把我当成男孩一样养大，但在我7、8岁的时候，女孩的样子再也掩盖不住了。阿爹就让柳成风顶着我崔林的名字，在军营中行走，以免我是女子一事被揭穿。公子因为我从小到大遭受了不少危险，就连他的名字也不被人所知，所以他活生生的活成了我的影子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把他当作兄长，自然要比旁人亲近一些啊。你把他当兄长，他心里可不这么想。他都已经不在了，你还要这么介意吗？怎么总是说我？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顾相家的那位小姐十分中意你，在西长京的时候还不顾危险到客栈来给你报信，你就不感念人家的情谊吗？顾小姐同我和我同她可不一样，她十分中意我，我又不中意她，只好令她失望了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17郎，你唱首歌给我听好不好？我哪会唱歌啊？我就只会哼一哼劳兰关的小曲儿。劳兰关的小曲儿也好啊，我想听。这些乡野民歌啊，可比不上阳春白雪，都略显粗糙了一些。崔小姐，多担待。绝不嫌弃。好。劳兰河水18弯，第1弯就是那银松潭。银松潭里的鱼儿飞呀，比
路上的姑娘推开了窗，老了河水18。唱的不好啊，是有点走调，不然你还让我唱，但是很好听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认真唱一遍。好。那我要认真站起来唱了。老蓝河水18弯，第一弯就是那银松滩，银松滩里的鱼儿飞呀，一路上姑娘的梦儿里。老蓝河水18弯，第二弯就是那鲫鱼滩。可以。哎呀，你要再不醒来呢，我就要亲你了。我真亲你了啊！石启荣，我们走吧。何校尉，请。
大叔。公子，公子你醒了，公子你终于醒了。小薇呢？小薇没事，小薇真的没事。我看到镇西军从山上冲下来，定然是救了他。公子好好疗伤，咱们还要回去见校尉呢。来，将军，大将军，回来就好。秦王，信王、齐王，我已经派人送回你营中了。至于你父亲，你既然来了，待会儿就亲自接走吧。崔大将军心怀大义，李逆感激不尽。今日秦王既然来到我营中，不如进帐一谈。好啊，正有此意。咱们可算是回来了，你也终于见到大将军了。父亲都瘦了，你别担心，刚刚我望了望大将军精气神，他定然康健无恙。校尉你就放心吧。校尉，你真的不担心啊？担心什么？这可是在咱们崔家大营里，那李聂也不敢把父亲怎么样的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你难道不担心大将军会对秦王如何吗？你说，大将军把秦王请入帐中，会不会埋伏好了弓箭手？只要等他一进去，他就摔杯为号，立刻将他杀了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萧伟，你是相信秦王，还是相信咱们大将军？如此笃定的说不会，这两个人，我都不信。这个簪子怎么会在秦王的身上？是崔小姐所赠。秦王以为凭借此就可以有恃无恐吗？崔大将军误会了，今日送崔小姐归来，是另有要事，要与崔大将军商议。秦王恐怕是想借我崔家军之力，收复西长京吧。之前秦王曾写信胁迫于我，今日还亲自送小女回来，想必秦王是觉得老夫不敢取秦王的项上人头。但是，两个我都信。你这又是打什么哑谜？我听不懂。你这是着什么急啊？哦，我差点给忘了，是不是那个谢长儿也来了？所以你担心大将军把秦王杀了，连带秦王带的人也一块给杀了。小薇，我跟你说认真的，你就会打趣我。大将军，阿爹，吃饭啦！来尝尝我给你煮的面条，可香了。阿阳啊，你怎么不问问秦王去哪儿了？
难道阿爹还要我把秦王杀了不成？哼，敢扣我女儿，还敢写信胁迫我，难道不应该杀了他？那阿爹还扣了他2个兄长，还有他父亲，所以你看秦王只能乖乖的把我送回来了，2相抵过，这样算起来，我阿爹还赚了呢。我正想问你呢，你怎么把你阿娘留给你的簪子送给秦王了？那是他赢了，我给他的彩头。什么赌约呀？值得你把你阿娘留给你的簪子做彩头啊？是这样的，阿爹，当初在并州的时候呢，那个韩立翻脸不认人，我跟李逆呢都是性命危在旦夕，所以我们俩就打了一个赌，谁要是赢了，那另外一个人就来帮助这个人成功逃脱，输的那个人就留在并州来做接应。李逆他输了，所以他就帮我先行逃脱，我就把我的簪子送给他当做彩头了。胡说，明明是你赢了，为什么要给他彩头啊？难道他当时是故意输给你的？阿爹啊！阿英，你别被那小子骗了。他要是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安然脱困，又怎么会让你知道？阿爹，你的阿英有那么傻吗？哼，那可不好说，突然间犯起糊涂来呢。总之啊，这小子骗了我的女儿，还把你扣在太清宫里，实在是可恨。对，确实可恨。现在李逆终于落在我的手里，杀了他，正好解我心头这口恶气。如今东都已经在我崔家军的掌控之中，收复西长京，这天下就可以太平。你当初出瀛州，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愿望，就要实现了。阿爹，你要是此时杀了李逆，那天下百姓就再没有好日子过。你当初在瀛州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皇室李家昏聩无能，天下唯有能者居之。那当时这不是不认识李逆吗？哎，阿爹，我跟您说啊，这个李逆呢，他自出劳兰关，能征善战，最难得的是他没有功利之心，只想平定叛乱，然后就重返边关。他是一个能担大任，却怀有一颗慈善悲悯之心的人。这样的人啊，才是战乱之后最好的君主，要不然以后无论是谁上位，必定还会天下崩坏。你向来眼高于顶，没想到李逆竟如此得你青眼。我已经把他杀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他了。我不信，阿爹是不会杀了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了解您啊，就算阿爹再恨他再恼他，也要等咱们收复了西长京，再过河拆桥，把他杀了。照你这么说，留下秦王还有几分用处？当然有用。爹，哎呦，我女儿说了，留着你还有用，就暂且不杀了。你也真是的，打不赢我阿爹就不会逃吗？绑成这样关在箱子里，很舒服啊。倒也不是打不赢，我就是打不赢，但也不能逃啊。我这不还指望崔大将军能够助我镇西军收复西长京吗？原来阿爹是答应秦王要一起出兵收复西长京了，多谢阿爹。这回你可放心了，也不催着阿爹用饭了，也不管那面是不是坨了。马上重新再煮一碗。慢点吃。
吃啊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这是刚才绳子勒的。没事，过2天就好。你可真傻，小仗则受，大仗则走。这么大一个人被捆得结结实实，窝在箱子里多久了？不怕伤到筋骨吗？也没多久，就是呢，在你进来之前，大将军跟我说，要一起出兵收复西长京，可以，但他得先把我绑起来，关进箱子里，看看你的意思。如果你想杀我，那就不用等出兵了，他就立刻一刀砍了我脑袋。但如果你想留我一条性命的话呢，他就答应我，一起出兵收复西长京。你就那么有把握？我不想砍你的脑袋啊！也许我是故意把你骗到崔家军大营里来，好报仇雪恨呢。毕竟你把我在太清宫关了那么久。你生气了？当然生气了。你真记仇啊？当然记仇。那你让你阿爹一刀杀了我，也不解恨啊？哎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看，一辈子这么长，要不从今往后，你就天天折磨我，使唤我，开心了不开心了都拿我解闷。我觉得这样才更解恨，你觉得呢？你想得美。我当然想得美。说什么？桃子，吃吧。你刚刚怎么啦？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走来走去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刚刚已经去看过了，秦王他安然无恙，现在跟校尉一起在他营帐里用饭呢。其实不是因为秦王，不是为了秦王，那是怎么了？我是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想之后天天见到我呀？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，之后还要打仗，万一我受伤了，或者……反正也没有人会告诉你，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不会受伤的，不要瞎说。也是，有你送给我的药，我受伤了也没关系。傻子，快吃吧，都凉了。行军打仗总是要小心些的，别总想着自己要受伤。真香。慢点吃。那位义士千叮万嘱，让您不可劳累。我不知道阿莹现下安好与否，你叫我如何等他？可您的伤势还未痊愈，您这样赶路，和自残何异啊？你看看这一路留下的记号，崔家军就在附近了。我今日必须得回营，见到阿莹我才能安心。公子，校尉吉人天相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公子，阿叔，快！
那你要不要留下来？我倒是想，我想带你一起走，只怕你阿爹崔大将军肯定不会答应。那你是想得太美了。我送你个礼物。嗯。阿英，等到天下太平，我定娶你为妻。等我上门提亲，我一定会上门提亲。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！阿英，我要娶你！公子。 我操！离开！
秦王，你该走了。阿英，保重，等我。 阿英，等到天下太平，我定娶你为妻。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！公子，咱们回去吧。 回哪儿？我已经没有家。可是不回崔家军的话，咱们压根无处可去。无处可去，无路可走，无药可医。我是谁？ 我不是崔林，我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无名无姓。我顶着崔林的名字活了这么多年，我都已经忘记我自己是谁了。为了他，为了阿莹。 可是他现在压根就不要我，我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他的影子。可是他现在根本就不需要我这个影子，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了。公子，阿叔，我一直都觉得我不是崔林，她才是崔林。她哪怕是个女儿家，她才是真正的崔林。阿爹，还有阿姨，都不需要我这个影子。 一个被主人抛弃的影子，一个没有用的影子。阿英和我永远都不可能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怪我身子不好，怪我不能上天下地，都怪我身子不好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 阿叔，我求求你，你把我杀了好不好？把我杀了！一个被主人抛弃的影子，就应该去死，就应该去死。我知道有一种续命之法，据说只要服了接受的神药，哪怕病弱的人也能康复如初。公子，我陪你去找那个神药。 绝对不能去。崔
崔家军和结叔有着血海深仇。阿英的娘亲就是死在结叔人的手里，我是绝对不会去找他们的。公子，只有活着才能去见校尉，只有活着才能等到校尉的回心转意。如果有神药，公子你身子恢复了，也许到那个时候，小慧就会看清李宁的真面目，小慧就能感到公子从前对她的一片真心，她就会回心转意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得活着，我活着才能见到阿英，我活着才能保护她。如果有一天我身体康健，我也能上阵杀敌，他也会喜欢我的。到时候他必然不会喜欢李妮了。阿英到时候一定会喜欢我的，阿英一定会喜欢我的，阿英一定会喜欢我。阿英，阿英，你到时候一定会喜欢我的。夜半风凉，还是回去歇息吧。当初我以为天下莫能敌，裴县老矣，崔有接受牵制，如今看起来，真是一招不慎。崔乙既夺东都，定会与李逆起纷争。若是杀了梁王为帝，便会与李逆结成生死大仇。哼！如果他们联手对付我，那我们就决一死战，杀个痛快。我就说，信王率军守城，他绝对守不住。唉，幸好我们跑得快，要不然等伯父攻下洛阳城，到时候就难以分说了。伯父现在是死了亲生儿子，肯定怒火冲天，暂时顾不到我。不过这么一来，到时候也只有我能继承崔家的家业，毕竟亲伯侄嘛。万一大将军知道崔公子遇袭的事根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这人马都是乔装改扮过的，他就算往下查，那只能是查出来是李俊的人马。如若不然，他怎么可能这么怒气冲冲的就攻下洛阳城呢？若是大将军拷问信王，只怕信王他……就算他盘问出来了，啊，就算他李俊和盘托出，那也是信口开河、胡说八道。你想一想，李俊不单单是设计害死了他的亲生儿子，又挑拨离间我们伯侄关系，伯父能信他？你跟了我这么久，能不能长点脑子？是，那咱们先找个地方藏匿起来，再看看风向。唉，也只能如此了。三郎，还没有了，吃，饭桶。小伟，秦王派人送信来了，还送了好吃的。给，大战在即，呼吁你深爱此物，特寄之疗以解闷。常言嚼之如碎玲珑，取势若破竹，碾压敌军之口采，邦军顺遂，旗开得胜。入京后，愿同去殿中，据按大嚼干果及国府，用侧翼后翼，皆托付于君。替我再三拜赏崔大将军。小伟，秦王信上说什么啦？
说祝我们旗开得胜。送这些来，就为了巴巴送个好口彩啊？是，特意麻烦耳朵跑了一趟，就为了送上这么一个干果的好彩头。他送干果来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干果还没吃几颗，嘴这么硬啊！少薇，快吃吧。赵二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可忍不住了，石七郎！崔家军卖了潼关，害死了咱们镇西军那么多兄弟，咱们怎么可以又跟他们结盟，一起去攻西长津呢？万一他们又把我们卖了怎么办？就是啊，你说他们万一从后边反了，直接把咱们包围了。我见过崔毅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他儿子这样做，他爹为什么不能？若崔毅是这样的人，他就不会放我出洛阳城，更不会让我带着我父皇回大营了。石七郎，那咱们真的还能相信崔家军吗？镇西军把侧翼和后翼都交给我们了。嗯，因为咱们崔家军的兵力更强一些，所以他们把侧翼和后翼全交给咱们了。这个李逆果然胆大包天，他竟不怕我抄了他的后路，把他毒死在西长京城下。阿爹会这么做吗？我相信。那石七郎信，我就信。我也信。我相信你，石七郎。那我也相信石七郎。赵二哥，你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。谢谢你们相信我。等收复了西长京，我就带大家烤黄羊吃。烤羊就算了，得有酒啊！对，有酒。来，干！来，干！要不是碍着你的面子，这回我早就把他给收拾了。阿爹，你才不会呢。不过，就算我们崔家军和镇西军加起来，比孙敬的守城兵马多，但自古以来，守易攻难。李逆虽然是个混小子，但不像莽撞之人。他是不是在城里还另有布置？阿爹瞧出来了。其实早在前些时日，李逆就已经派人在城中暗中散布谣言，煽动百姓去哄抢粮食。此时城中人心惶惶，一旦攻城，城中街坊必定会先乱起来。而且我还猜他80%安排了放火，或是去太仓抢掠粮食。一旦城中乱了，太仓无粮，那守城的军士必会挨饿。这样攻起城，自然会容易很多。是吗？怎么，阿爹认为这样布置不妥吗？李逆看着少年老成，他80%还有一招布置，而且这一招布置必是绝杀。光是烧掠太仓，搅乱城中民心，似乎还不算绝杀。其实我也猜测，他肯定还有招绝杀，但这一招到底布置的是什么，我目前还真猜测不出来。我倒是有点明白，你为什么瞧得上那小子了。阿爹，人家在跟你说正经事儿。哎，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，也没有他胆大缜密啊。虽然当时在瀛州和结硕大大小小打了几10仗，他怎么能跟阿爹比呢？他只不过是运气好一些吧。出身帝王之家，不骄矜，从牢郎关至此一路征战，负半壁江山，得万军拥护，
其实运气好就可以一言代之的。阿爹这么夸他，我倒觉得他配不上我阿爹的另眼相看。哎，既然他得到我女儿另眼相看，他自然也值得我另眼相看。那阿爹以后不挠他了吧？我只是说，打仗看着还行，想娶我女儿，走吗？又懒。秦王要攻城了。不是说平凉大将军崔乙夺了东都？这正是秦王的过人之处。他不仅大大方方的把东都让给了崔乙，还说服了崔家军跟自己一起联手攻打西长京。父亲，您说秦王会成功吗？明面上呢，他是要和崔家军攻打西长京，可是暗地里一定另有一番布置。我就不知道这布置是从何而起，又如何呼应了。相爷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秦王攻城了，好些乱民直奔太仓去了。那些乱民把太仓给抢了，太仓的守卫拦也拦不住啊。后来不知怎的，太仓就起火了，太仓又烧又抢的，只怕现在也剩不下什么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，命人严守门户。是。我娘，你可明白了？原来布置在这儿。对，先是散播城中无粮的消息，造成民心恐慌，然后再煽动这些乱民，把太仓给烧了、抢了。这下城中是真的无粮了，连守城的士兵都要饿着肚子，肯定没有心思守城了。正是，如今梁王早已登基称帝，孙敬素来残暴，城中又如此情形，这西长京啊，是守不住了。城中乱民抢掠太仓，只怕李逆就要攻城了。阿进，我不想让你再去打仗。我们走吧。自从我们重逢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这日子过得真快啊，一会儿半辈子就过去了。要不我也出家，陪你去守城吧。
少华，你好好待着，等我战退了李密之后，回来陪你一块儿饮酒。我等着你回来。等我回来。给我杀！这里，还有这里，严加防守。报，大都督，镇西军和崔家军攻势太猛，四处架设云梯，几个城门都有工程锤重击，我军将士疲惫不堪，死伤惨重。令进军后营上城墙，严守城门，一步都不许退，退者军法处置。是。那些乱民竟与士兵动起手来，有的还抢守城用的火药，请大都督示下。城中乱民一个不留，统统都杀了。是。大都督，目前城中已乱，情势危急，大都督不如提前退走，到潼关再做计较啊。只要守住这几日，我们征百余的大军就会回来了，自然会将镇西军和崔家军包抄围剿。大都督，
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要再说了，灭所有兵士。 大都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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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锦娘，既然我已经与李逆暗中商量好里应外合，那我们必须要在宫内也给孙静致命一击。娘娘，你醒醒，来人！哎呀！父皇莫急，儿臣准备了快马，如果战事不利的话，儿臣一定会护送父皇南撤的。只要进入江南岸，有长江天险的话，那定会安然无虞的呀。父皇，万一战事不利，儿臣愿意留下来，率后队抵挡敌军。倒是还请大哥护得父皇先行一步。二弟你果然是忠勇可嘉。大哥是父皇长子，将来这天下大事和父皇都要倚仗大哥呀。我若是能留下来抵挡住敌军，护得父皇和大哥周全，就算是死也值得。哎呀，莱儿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呀！哎，二弟呀，二弟你不能，陛下，陛下，启禀陛下，前线来消息了。快说，秦王破西长京了，恭喜陛下！秦王大破孙贼，已经领军攻入西长京。什么？恭贺父皇！父皇逢夫7天必有天下，秦王才可以收复西长京啊！恭贺父皇！父皇重用秦王，秦王才能收复西长京，此乃父皇明鉴千里，是天下之福啊！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吴国师说的没错，朕就是真龙天命，只有朕登基为帝，才能够拯救天下苍生。恭贺父皇！
按照惯例入宫拜别先帝，启程去劳兰关。那时我犯了错，先帝十分生气，不愿赐剑，便命人传话给我，让我安分守己，不要再给李氏子弟抹黑。殿下现在已经收复西长京，也可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了。追孙敬的人如何？哦，经过几次短兵相接，还是没能拦住他们。孙敬的亲信副将誓死护卫，看来孙敬现在应该还是昏迷不醒。他们且战且退，已经连夜推到潼关了。崔大将军呢？这破城之后，崔大将军便率队入宫，在建元殿前下马，后云霄台。他说了一句“一行阑珊，不过如此”，便率队出宫，前往了城外崔家军的大营。不过如此，我也想如他一般，破城杀敌，到最后再来一句“不过如此”，拂袖而去。这才是真正的大将风范。殿下，您与他还是不同的。可此时的我，十分羡慕他。殿下出劳兰关，率兵秦王，平定天下，现在已经收复西长京，所以从此之后，你不与世人相同，也不能再说羡慕他人了。是啊，多无趣啊！阿莹呢？他跟崔大将军一起出城了吗？哇，原来这就是皇宫啊！哎，小伟，这里好像除了楼高一点、屋子大一点以外，也没有什么不同嘛。你看，咱们现在待的地方叫做玉辉楼，往前那边是建元殿、乾政殿、景德殿。那些都是前朝皇帝理政的地方。那个高墙后面就是东宫，以这个玉辉楼为界，再往后就是后宫了。哇，这么大一片屋子，得住多少人啊？皇帝有10几个儿子，100来个孙子，人丁兴旺。宫里住不下，就等这些诸王成婚之后，给他们分府，住到宫外去。只可惜孙敬谋反，把这李氏子弟几乎都屠戮殆尽了。哎，秦王来了。阿莹，有一件事，我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事？县太子妃萧氏，她忍辱负重，为了给孙敬下毒，自己也身中剧毒。如今他性命垂危，我想要请桃子给他医治，一男女有大方，请你代为照顾。原来是他给孙敬下的毒。你放心，如此大义之人，我定不负你所托。就是这盒口汁，娘娘说，若在饮食中下毒，只怕会引得孙敬察觉，所以才下在口汁之中。娘娘还说，这毒药啊，有一股甜香，也只有口汁的花香，才能掩盖住它的气味，而且只有一次机会。终于等到攻城之日，他立刻将毒药涂在了自己唇上，全然不顾这毒也会侵入他的心脉。娘娘，这是冲着佟归于进去的。
儿臣见过父皇。免礼免礼，谢父皇。秦王遣了兵马出城来迎接。朕作为天子，要摆了大驾，回西长京，接受百官的朝贺。父皇，儿臣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？说。如今秦王已经收复了西长京，立下了不世之功，不知父皇打算如何犒赏秦王？他可是朕的儿子。再说了，为君父分忧，这不就是他的本分吗？还有什么犒赏啊？父皇已经封三弟为秦王了，这众亲王之中，唯以秦王的封号是最为贵重的。若是再犒赏的话，也只有封三弟为太子了。你说册他为太子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他，你就说说为什么要册他为太子？若父皇眼下无立三弟为太子之意，他又刚好立下了大功，没有犒赏，只怕这别有用心之人会挑唆三军，到时要闹出什么哗变，那就不妥了。这哗变？这是父皇莫慌，父皇回宫之后可以打开宫中内堂，据说这孙贼走得匆忙，宫中内堂中的贵重财物都没有带走。内堂？是啊，父皇，父皇不妨打开宫中内堂，赏赐给收复西长京的将士们，将士们自会感激陛下的圣恩，就算有人煽动，也不会跟着闹事。还是俊儿来儿的法子好啊！朕回到西长京，就把宫中的内堂打开，犒赏三军。陛下公参天地，泽披万世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公参天地，泽披万世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，娘娘你醒了，娘娘你醒了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说明毒性稍减了。外面是什么声音啊？娘娘，您都昏睡了好多天了。亲王殿下率镇西军收复西长京，迎陛下回宫。今日啊，陛下受百官朝贺，外面的声音正是三军的谢恩之声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娘娘放心，我们赢了，赢了。这两位姑娘是？娘娘，这是崔家军中的何校尉，受秦王所托，特来照顾娘娘的。多亏何校尉带来桃子姑娘，每日精心配药，才终于解了娘娘的毒。多谢何校尉。娘娘大义，救了天下人，何某应该替天下人谢谢娘娘才是，又怎担得娘娘一个谢字？这寝殿不错。
就是这个帐幔有点旧，都换新的。是。嗯。嗯。儿臣见过陛下。免礼免礼。哎，秦王你来的正好，这次收复西长京，你立下很大的功劳。说说看，想要什么赏赐？是金银，还是要封地啊？陛下，儿臣什么赏赐都不要。嗯，儿臣想请旨，待儿臣派人寻回太孙后，还请陛下应允迎回太孙。太孙，孙敬谋乱之时，弑杀先帝、先太子，幸得云长将军韩畅护卫太孙逃走。陛下，太孙乃先帝嫡传之血脉，请陛下应允迎回太孙，并令其为储君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事，朕还要考虑考虑。陛下，先帝崩，先太子殉国，太孙继位，是名正言顺之事。朕都已经说过了，要好好考虑一下。嗯，你先回去吧。这一阵子你也挺忙的，先回去好好歇歇。没什么事，先不要进宫。是。娘娘，你还是再用一些吧。锦娘，孙敬还活着吗？是。按理说，我应该忧愁。因为大患终究未除，可是想到当初他浑身是血冲到宫里，握住我手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在想什么？我是先太子妃，娘娘，我在东宫的那段日子里。我活着，但只是一具躯壳。唯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会感觉我是真正的一个人。可我是先太子妃，我本不该心悦于他。娘娘，我知道。我不会再说了，不会再有人知道我与他之间的过往，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此刻的我还是爱慕于他。我与孙敬须臾为一，我铭记一时，死不足惜。娘娘，您切不可这么说呀！放心，我现在是不会死的。我还要确保太孙平安归来。
我要看着他长大成人，到时候花才有颜面到地下去见县太子。娘娘，不要！你还舍得来看我呀？我以为崔大小姐早就把我抛出脑后了。秦王殿下为何如此健忘？明明是秦王殿下让我去照顾萧妃娘娘。萧妃娘娘今日的身子终于好多了，吃了半碗粥也能说话了。我这才有空出宫来看你。我一出宫就来看你，都没有去见我阿爹，你还不领情？那我走了，我要出城去见我阿爹了。哎，说笑的嘛。这样子，你陪我一会儿。待会儿我陪你一起出城去拜见崔大将军，好吗？你就不怕我阿爹再把你捆起来，塞到箱子里去？那你还是会救我的呀。那可不一定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？不然为什么一个人躺在这儿？没有，发闷看了一本书，闲的都快要睡着了。我听说陛下开了宫中内堂。散尽钱帛，犒赏三军。按理说啊，你立了这么大功，你这秦王府应该是车水马龙的，怎么如此静悄悄？我又不喜欢那些文官。再说了，我是秦王，我又领着镇西军，结交文臣多有不便，结交武将呢，那更是瓜田李下了。所以我就想闭门谢客，这些文武百官也知道我的性子，可不敢上门来聒噪。旁人倒也罢了，难道不应该去拜见一下故乡吗？前日在朝上，故乡官复原职，陛下还要赐他一个爵位，但故乡跪谢立辞了，真是风骨过人。之前收复西长京，他也帮了不少忙，所以那日下朝之后，我便去了故乡府拜谢了故乡。光是拜见致谢就完了？那他连陛下的赏赐都不要，那我还能怎么办？既然都去了顾府，就没有见见顾婉娘吗？我去见顾婉娘做什么？你见她做什么，我可管不着。哎呀，你吃醋了？我没有，你就是吃醋了。我才没！我要出城了，见我阿爹去。我陪你，免得你不放心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别吃醋了啊！两位客官，瞧瞧，选点什么？咱们店里的果仁啊，那是饱满香脆，唇齿留香，客官一定满意。这里每一样都给我来一份。客官，您稍后。你当日在信中说，待入京之后一定要一起来这家干果店，今天算是如约而至了。这一次买了这么多，够你吃一些时日了。怎么听起来有点不情不愿的？倒也不是不情愿，只是一想起来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17郎突然做小儿女之态，还让人挺惊讶的。本来呢想少买一点，这样你每次吃完了就会想起我。但是我后来想想，还是多买一点吧，这样你吃的时候就会想起我，更好。谁吃干果的时候会想起你啊？我呀，我吃的时候就会想起你。毕竟，你喜欢的，我也会喜欢。客官，
您的干果好了，谢谢。走，走吧。娘娘看起来好多了，走路也稳了许多。桃子姑娘说，只要加以调养，日后便再无大碍了。何校尉到。娘娘，娘娘今日觉得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快过来坐。谢娘娘。看娘娘的气色是好了很多，桃子跟我说，娘娘的毒解过之后，身子会十分虚弱，需要用一些血参补一补才好。我告诉了秦王，秦王便挑选了一些上好的血参，让我带进宫来送给娘娘。替我多谢秦王。娘娘客气了。前些时日，听姑娘说，你是崔家军中之人。受秦王所托，一直在宫中照应我。真是辛苦姑娘了。没有，娘娘您客气，说是照应，不过都是锦娘还有宫女们在张罗，我也就是过来陪着娘娘说会儿话而已。姑娘，是秦王的心上人吧？我虽从未见过秦王，但在我处境最难之时，与他通过密信，他的为人之道，从种种细节能窥见一二。我知道他府中并无女眷，你一定是他的心上人，他才放心将我托付于你。娘娘真是敏慧过人。我是一个世节无益之人，唯有一死，才能了断此生。当初秦王答应过我，一定会帮我寻回太孙。我知道秦王也是一个信守承诺之人。我的身份是先太子妃，如今在宫中处境尴尬，十分不妥。我想离开宫里，去一个僻静之处，找一处安身之地，也请姑娘转告秦王，成全我。娘娘放心，秦王必定会答应安排。你真的姓何吗？疏朗得当，原来世花你也颇具天分呐。秦王前日来了，我本来打算命你出去与他相见，可是后来一想，还是算了，此事不宜，以后多的是机会啊。是。陛下回京之后犒赏三军，可是唯独对秦王没有任何的赏赐。我想，陛下身边一定是出现了小人，八成是听信了谗言。世间事无碍如此，功高震主，赏无可赏。大概这也是陛下的为难之处吧。确实啊。
秦王呢，已是众王爵之中最为尊贵的了。可是，秦王他收复两京，光复我大禹王朝，立下如此泼天大功，一点赏赐都没有，实在是说不过去啊。父亲是觉得，陛下正值春秋鼎盛，此时还无意册立太子，不然的话，要册是必册秦王。可是信王居长，齐王自有得陛下私宠。自陛下登基以来，还未册封皇后，皇后所出才是嫡子。微父打算明日上书，恳请陛下追封秦王生母。秦王立下如此大功，其生母就该被追封为皇后啊。听说秦王生母出身卑微，管他出身卑微不卑微，能够生下秦王这般出色的儿子，那生母还不该被追封为皇后吗？朕意已决，信王、齐王的生母董氏追封为昭成皇后，秦王的生母刘氏追封为昭仪。陛下，臣以为不妥。臣复议裴大将军，追封一是陛下恩典，二是为了礼序人伦。秦王自劳兰关起兵之后，平定宇内，收复两都，如此功绩，生母若只为昭仪，恐怕难以彰显陛下临照万方之恩典。陛下，臣以为刘氏待遇秦王，理应追封为后。臣复议，末将复议。臣复议。你们一个个的，口口声声说秦王立下大功，收复两都，动作呢？陛下息怒，都是儿臣无能。你闭嘴！刘氏出身卑贱，难道就因为她是秦王的生母，就必须追封为皇后吗？陛下，既然生母出身卑贱，惹陛下不喜，臣自请褫去王爵，去劳兰关属变。你，陛下请息怒，秦王生为人子，感恩生母诞育之恩乃人之常情，请陛下恕秦王。滚！你给我滚！朕不要再看到你这个逆子！滚！莫无君父！莫无君父！陛下口谕：兹秦王出言不逊，藐视君父，咆哮廷议，特旨申斥，免去秦王行军大总管一职，令在秦王府中闭门思过，不奉谕，不得出府门半步，不得参与军事，不得妄议朝政。钦此。臣李逆，谢陛下恩典。我年幼的时候呢，奶娘哄我说，我要有什么心愿，
就折一个竹蜻蜓。等它落地的时候，那我的愿望就实现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特别想见到我阿娘，别人都有阿娘，就我没有。于是我便折了好多只竹蜻蜓，翻到桥上一只一只的往下放，直到全部放完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奶娘是哄我的。这一个心愿，无论折多少竹蜻蜓，都无法实现。你一生下来就把他给克死了。哎呦，好了啊！你说，为什么抢你兄长的东西？我没有抢他的东西，是他抢我的竹蜻蜓，还骂我。他骂你什么了？啊？啊？你倒是说呀！他到底骂你什么了？说不出来了吧？你这孩子居然敢撒谎！我没有。你还顶嘴！我没有。你就是撒谎！我没有。你还顶嘴！我没有撒谎。撒谎！没有。你再给我顶嘴！我没有撒谎。撒谎就是撒谎！撒谎！没有。撒谎！我没有。撒谎！没有。小的时候，你就救过我的性命，后来又来到家中。无论我做什么事情，你都默默地支持我。当我犯了错，也是你来帮我承担。你用着我的年纪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危险，到最后，也是为了救我而死。你做了10几年我的儿子，直到今天，为你立了这座衣冠冢，才能将你的真名示人。但在阿爹心里，你一直如同我亲生儿子一般。凤儿，阿爹定然会替你报仇。从今日起，你只是你，不再是翠莲，你就是柳成风。但是你永远是阿爹的儿子，你也永远是我的兄长。
从未想过，你我主仆二人可以活着离开皇宫。您看，秦王殿下替娘娘安排的住处多幽静啊！再说了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您还得接回太孙呢，将来您的福寿还绵长着呢。第万就是那银松滩，银松滩里鱼儿飞。石七郎吃肉。莫儿美。石七郎来，拿酒。老四，来喝水十八弯。干杯！老来喝水十八弯，第一弯就是那银松滩十八。哎，小裴将军，给你们的小裴将军上一份羊肉。好嘞，尝尝这羊排。来，给小裴将军肉，尝尝我们的羊排。吃这块。哎，小裴将军，这肉好。来，我们接着喝，继续喝。石七郎，现在都这种局面了，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、烤肉、唱曲儿呢？哎，先来一杯。有没有啊？来一杯。你知不知道，孙敬派往百越的大军？尝尝这羊肉好不好吃？看这次烤的怎么样？走。外面有西王的耳目，讲话小声一些。这些天我一直在等你。此时孙敬在潼关虽然中毒昏迷，但他早晚会醒过来。他派往百越的大军已经在返程的路上。若大军跟孙敬在潼关会合，那就麻烦了。石七郎，那你的意思呢？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，最好的法子就是想办法让裴大将军派你去常州。这里是常州，这里是汉水，由南至北，这里就是截杀征百越大军最佳的地方。放心，这件事情我和父亲肯定会办妥的。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了。嗨，你的事儿我赴汤蹈火都会去办。赴汤蹈火倒不用，就是你可得帮我这个忙。放心。秦王殿下可有什么口信送来？那就有劳信使了。何校尉不打算看一眼吗？原来是小裴将军亲自替秦王殿下送信来了。这封信呢，麻烦你交给何校尉。哦不，你也知道，现在是崔小姐，她就在洛阳城外，崔家军大营里。石七郎，你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崔家谈呢，还是说已经找到了收回东都的方法？都不是，是私事。哎，你这偌大一个秦王府，虽然说陛下用羽林军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但我就不相信了，你找不到人给你送信啊？耳朵呢？你有所不知，现在羽林军奉旨，每天要给府里一干人灯点卯，耳朵身手再好，一日之内来回也来不及啊。石七郎，我和你说了，崔家谁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？这么快就变卦了？还有这盒刚买来的点心，你送过去，他爱吃，快点。
十七郎现在已经被软禁在府中，但他却只惦记着给你写信。你真的不打算看一眼信吗？小裴将军放心，就算天下的坏人都死绝了，你们家秦王也不会有事的。殿下不顾风险，数次救你性命，你完全没有放在心上。看来，你果然就是铁石心肠。秦王立此大功，若是现在仍旧在朝中，陛下有何可赏？若是陛下赏无可赏，那秦王的2位兄长，还有朝中大臣，是否会记得？秦王父亲被禁足，表面上看兵权尽失，可实际上，他真的失去镇西军了吗？小裴将军也是领兵打仗之人，何时该冲锋，何时该扎营休整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夜深了，小裴将军也不方便在我崔家军久留，我就不送了。告辞。送信来的人不是耳朵，有人现在很失落吧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大晚上肚子饿了吧？快吃口刚送来的点心，垫一垫。还是你最好，我真的有点饿了。快吃吧。小伟，这个点心不甜不腻，真的很好吃。那个信，你真的不看啊？要不然你看看。啊？这怎么是张白纸啊？小伟，你早就猜到了是不是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李逆让裴元来送信，就说明他虽然被软禁，但依然有可用之人，而且镇西军也仍旧听命于他。别的事情都不重要，干嘛要多费笔墨呢？哎呀，你们这2个聪明人，总这样一来一往的，累不累啊？是啊，比不上有些人，只要哨子一吹，那个耳朵啊就巴巴的赶紧跑来了。你觉得这样真的能劝动秦王吗？秦王其人，外刚内柔。旁人见他征战四方，沙场拼杀，其实他的内心再柔软，再良善不过。只要话说得巧，就一定可以劝动他的。陛下责令秦王闭门思过，相爷不是说好多人上了奏书，说秦王的坏话吗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正因为秦王这次立了大功，所以反而被旁人忌惮。如今陛下正在气头上，如果秦王不肯低头认错，只怕父子间会生了嫌隙，大大有碍秦王的前途。见过秦王殿下。顾小姐，本该要去府上拜望顾相，但如今我出门不便，还请顾小姐回府之后替我转达致意。殿下客气了。其实今日前来，并非父亲吩咐，而是婉娘自作主张。婉娘有一样东西想要送给殿下。顾小姐客气了，府中诸物不缺，不该收顾小姐的礼。此为婉娘亲手所绣，婉娘访遍京中故人，幸得有数人曾见过秦王殿下的生母刘娘娘的音容相貌，我就按照他们描述的
绣了这幅刘娘娘的画像。绣好之后，我给认识刘娘娘的人看了，他们都说很像呢。殿下，我们小姐寻了好久，好容易找到几位曾经见过刘娘娘的人，又问了他们好久，问得可仔细了，再起了草稿，白天黑夜的埋头绣啊绣的，熬得眼睛都红了，终于将这幅绣像赶出来了。殿下，身为人子，不能承欢生母膝下，自然心中难过。可刘娘娘在天上有灵，得知殿下如今因才出众，肯定十分欣慰。多谢顾小姐，这幅绣像我就收下了。殿下是通达聪颖之人，自然也知道刘娘娘不会愿意殿下为了她的名分和陛下生分了。殿下，你看，这幅绣像我用了金线和银线，想着殿下若是将刘娘娘的绣像挂起来祭奠，也不会因为香火熏染而褪色。顾小姐想得太周到了，李逆感激不尽。殿下客气了。婉娘知道殿下不便待客，就先告辞了。小姐，你不是说要劝秦王跟陛下认错的吗？怎么后来又不说了，还这么快就告辞走了？原是我想错了。秦王将追封生母一事看得慎重。刚才我观秦王神色，如果我继续劝他，反倒惹他不快了。再说，他收下了刘娘娘的绣像，此后每次看到绣像，必然会对我有所感念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早早告辞了。秦王真的不想再当秦王了？那陛下还要再罚他吗？人中龙凤，必不会堕于泥沼之中。秦王这样的人物，什么小人都只能困扰他一时，绝不可能困扰他一世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别看了，没有回信，人家连你的信都没有拆。我又不是在等回信。不过有一句说一句啊，那个崔小姐有些话呢，确实还有些道理。她说你现在这个境况呀，那就像咱们冲锋打仗，何时该冲锋，何时呢该停下来休整。这其实你自己心里都有数。这什么呀？那是我娘的绣像，据说与她本人一般无二，我都没见过她。那这幅绣像绣得真的很好，简直是栩栩如生啊！是啊，顾小姐送来的，说她绣了很久。顾小姐送的？看来这个顾小姐对你很有心啊。失气了啊，她是不是对你有意？我与她压根儿就不是一类人，各花入各眼。我呢，还是喜欢崔小姐。那崔小姐，人连信都没看。医师以秘药辅以针灸解毒，说毒素已经被拔得七七八八了，这毒甚是绵长凶险。
头，大都头，大都头。当初我答应秦王，如果他承诺保太孙平安，或太孙继位，我就想法子毒杀孙敬。为此我不惜与他共赴黄泉。可没想到，居然没有毒死他，反而让他脱身去了潼关。倒是我失信了。娘娘，你已经尽力了，只是天不遂人愿罢了。秦王昨日来信，说孙敬虽战败，但威胁尚在，万事还是谨慎为上。你快写信给韩将军，让太孙暂且还是不要暴露行踪才好。是。殿下，萧妃娘娘传讯来了。母妃怎么样了？秦王哥哥收复了西长京，却一直没有母妃的消息，我还担忧母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呢？殿下放心，萧妃娘娘无碍，已经在西长京城外的青云观安顿下来了。那如今京都光复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回京了？殿下，萧妃娘娘传讯来，就是叫咱们暂且忍耐。孙敬还盘踞潼关，京都里，秦王是可信之人，信王、齐王均野心勃勃。娘娘，让我们继续小心藏匿，只怕还有各方欲对殿下您不利呀。我知道了。信王要领镇西军去常州？是啊，今天在朝中，父亲刚说让我领兵去常州，阻击孙敬造反百越的兵马，信王就立时自荐领兵，还有几个迂腐文臣跟在后面说，我朝自建制以来都是由亲王任行军大总管，现在这个局面由信王领兵最为稳妥。这不是胡闹吗？大洛阳是怎么丢的？让他去领兵，岂不是让我们镇西军白白送死？哼，就这，还拉着齐王一起呢，说齐王智勇可以帮衬，到最后连陛下都要被说动。陛下下旨了？还没有正式下诏到中书省，但是陛下的意思现在已经很明显了，就是让信王领行军大总管，齐王任大将军，我为前锋，调镇西军全部3军前往常州。信王此番是想一石二鸟，他想待在常州以逸待劳。若是灭了孙敬的征百越大军，便可立下大功。二来，他想夺取我们镇西军的军权。父亲也是这么说的。父亲还说了，信王一直对东宫垂涎3尺，但是他寸功未立，在声望方面根本无法和17郎相比，所以他才迫不及待想去常州打一个大胜仗。孙敬遣征百越大军，用的都是沙场上的宿将，虽疲劳而返，但未必能一击必溃。信王为人轻浮自大，并不治兵；齐王有小智而无大勇，这2个人一起，不仅打不了胜仗，反倒一将无能，累死3军。来，摇！陛下，不行了，哟！陛下，你有何事啊？陛下，秦王殿下呈上奏书，请圣阅。不是让他闭门思过的吗？这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？啊！还上什么奏书？不看。去！父皇，您还是看一眼吧。如果三弟他有什么逾矩的要求，您也好驳斥了去。
儿臣夙夜忧叹，寝不安息，恐以追封一事，见难于父皇。斯人已逝，为人子者，生世敬爱，死世哀戚，敏感于内。朝中同僚为儿臣谏言，感怀孝道，其情可悯。然先母追封为昭仪，为礼法所致，儿臣不敢逾矩。由父皇决断即可。我已经上书陛下，请追封先母为昭仪，以平朝中议论。想必就在这几日，陛下就会下诏了。殿下，还请顾小姐回府后，转托顾想，麻烦她让礼部尽快安排去皇陵祭祀先皇后的典礼。殿下支持。只有中宫嫡子身份，才能主持这个典礼。想必信王并不愿意错过以嫡子身份去主持祭祀之事。实不相瞒，我不想信王和齐王领兵去常州。明白了，定将殿下深意转告家父。父皇，三弟在奏书上都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他不想为难朕，特意请求追封他的生母为昭仪。当初三弟为了追封之事，连秦王都不想做了，还当朝让父皇您难堪。如今怎么又突然上书认错？所以啊，必须得下旨好好申斥。你看看，叫他闭门思过几日，他想明白了。三弟也可能就是嘴上说的好听，他心里还是在怨恨父皇。既然他已经认错了，我觉得还是追封刘氏为贤妃吧。毕竟你和莱儿的母亲都追封皇后了，那些大臣们说的也有道理。我就你们3个儿子，唯独他母亲被追封为昭仪，的确有些不妥呀。三弟偏偏在这个时候上奏书，我看就是想要领兵去常州。如果他一认错，父皇您就让他领兵，这未免也太过骄纵了。这怎么能让他以后畏惧父皇您的威仪呀？放心吧，既然闭门思过有用，那就让他再闭门思过一段日子。小薇，秦王都已经闭门思过这么久了，怎么突然才想起来要看他？他上书给皇帝，奏请追封生母为昭仪，但礼部成了皇帝的旨意，最终追封为贤妃。此事已成定局了。秦王已经退让，此事不是应该已经了结了吗？纷争是可以了结的，但是人的心要是受了伤，哪是能说好就好的？我得去看看他。小伟，咱们好不容易翻墙进来，可这秦王府这么大，殿下会在哪儿啊？你不是有哨子吗？快叫耳朵来带路。啊，对啊。哎，桃子，何校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带我们家校尉去见秦王。好，跟我来。走。拿酒来，拿酒来，放下就行，我自己来。真的不用。
我的母亲为了生我难产而死。自从我来到这人世间，也不曾有过一日孝顺过她。她出身卑微，生前在梁王府中就如同一根野草，无人问津，无人在意。她死后多年，连个名分都没有。那日在朝堂之上，我就心想，我哪怕拼了这亲王不做，我也要替他争一争，哪怕就只是一个虚名。可就这么一个虚名，他们都不肯给的。父皇什么都不肯给的。从前我知道我父皇不喜欢我，他怪我克死了我母亲，我还以为他心里有那么一丝丝在意我母亲。如今我才发现，他对我母亲的死好像根本毫不在意。他嫌弃他出身卑贱，对他如同婢女。你说，我母亲为了生我而过世，是不是很不值得？我娘为了生我，也吃了不少苦。据说当年她喝过的药渣，都能堆起一座小山。但我娘在世的时候，经常说，她觉得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，就是把我生下来。石七郎，什么恶月生恶子，这都是糊涂人才说出的混账话。你娘辛辛苦苦把你带到人世间，才不想看到你现在这样自怨自艾，而是希望你可以潇洒恣意地活着。潇洒恣意，潇洒恣意，人生哪有潇洒恣意啊？我本以为收复了西长京，就可以功成身退。可你看现在，这西长京里，这皇宫里，这秦王府，殿宇重重，勾心斗角，天罗地网。我呢？我连一件小事都做不到。我连替我母亲争一个虚名，我都做不到。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。我觉得我好没用，我觉得我好没用。其实我很难过，我心里特别难过。我知道，石七郎。其实，我特别羡慕崔大将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一直陪着你。
这不是来看你了吗？可你待会儿就要走了。好，那我答应你，过会儿不走了，今晚都不走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桃子，这么久没见到我，刚才怎么急匆匆的撇下我一个人就跑了？因为我去给你拿这个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些都是我为你采集的药材。你看，这是黄芪，然后还有当归，这是白芍，还有这些。这些药材有的是我在药铺买的，有的是我直接上山采完以后自己晾干的。其实，我每想你一次，就会去采一次药材。每次想我就去采。那我看看，你一共想了我1、2、4、6，你一共想了我30多次。那，你以后要是想我的话，可以来看我嘛，也可以像秦王和校尉那样，给我写信啊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那桃子，你这么长时间有没有想我？那你猜猜喽。我猜，你肯定想过我。你凭什么那么笃定啊？因为如果你不想我的话，你就不会叫我去看你，也不会叫我像17郎一样去给你写信了。是吧？我就说嘛。算是。17郎，夜深了，我该走了。不许走。17郎，再画一座城池，我就放你走。殿下如想要，这天下皆是殿下的囊中之物，又何须用我去换呢？我不想要天下，我只想要你。你不想要天下，可想要这天下的人，却不会放过你。那就把这天下让给他们，什么都不要，我就只想要你。
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你终于醒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都过了50了。我记得我昨晚在亭子里喝酒，然后我就喝多了。我还做了一个美梦。做了一个什么梦啊？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美梦，就像是真的一样。你一定是梦到何校尉了。哎呀，这哪来的何校尉啊？我看你啊是得了相思病，病入膏肓了。昨天晚上明明是你自己在这儿喝闷酒，我要陪你喝，你还把我赶走了。是。小伟，吃一点。你吃吧，我没什么胃口。可不是没胃口，你一个晚上都没睡。哎，咱们要不要去前面镇子上找个客栈，打尖歇息半日再赶路？不用了，其实昨晚我也打了个盹儿。你说说你，千里迢迢、披星戴月的赶来见秦王殿下，怎么就不多留几日？只跟殿下说了那么一会儿话就够了。我只要看上他一眼，就放心了。要是被旁人发现了，又要生出很多枝节来。只是不知道，他如此伤心，如此内疚，要过多久才能释怀？反正我还是觉得，两个人还是要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才好。只说那么一会儿话，哪能够啊？我看有些人是想跟他的耳朵长长久久的在一起。小魏，不过你还真别说，我才离开他那么一会儿，我真的就想他了。你呢？你想不想秦王殿下？确实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就是。十七郎，十七郎，你做什么去了？昨天桃子不是来了吗？她说她想吃干果，所以我早上就买了一些，正准备找人给她送过去呢。昨天桃子来了？对啊，她跟何校尉一起来的。哎，也不知道她现在走到哪儿了，有没有打尖吃饭？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天不亮就走了。何校尉说不好让看守的羽林卫看到，所以他们天不亮就翻墙走了。我要去见他。啊？我有好多话要跟他说。哎，十七郎，可是陛下下旨说让你闭门思过，你这样不就抗旨了吗？那又如何？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见他。
客官，老板请坐。客官，要不要试试我们这里的新茶？清凉润口。好，再来些吃的吧。好。小伟，我们天黑前应该能赶到洛阳。哎，你们家店还挺雅致，买茶还送花啊。两位请慢用。小伟，尝尝。好香啊！怎么还多倒一杯啊？还不出来吗？这里好挤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就是想来看看你啊。昨天晚上还没看够吗？昨晚呢，醉眼朦胧没有看清楚，辛苦了，这么远跑来看我，让你奔波劳累。心甘情愿，不觉得辛苦。过些时日，我也一定会去看你。殿下出此言，不怕被误会吗？还以为你要带着兵来收回洛阳呢。我阿爹可是一直想着要跟秦王殿下在战场上一决高下，难道你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啊？他若派你为前锋的话，那我8成要输，到时候束手就擒，难免会有些狼狈。你要手下留情啊。殿下放心，你若是真有危难，我定会出手相助的。好，得君一诺，敏感武内。但是秦王殿下实在是太勇武了，切不要给我这样的机会啊！借你吉言。那这样你就永远欠我一个人情，还也还不清啊。我看李逆啊，这就是以退为进啊。他假惺惺的上书给父皇，说愿封自己的生母为昭仪，但父皇仁厚，不就封他的生母为贤妃了吗？这李逆呢，那是在闭门思过，那就是整天在琢磨着如何重掌镇西军兵权呢。大哥，父皇让你留下来，主持母后的祭典，也就只能让你遥领行军大总管之职，让小裴将军独自领兵去了常州。我们须得提防这条李逆对常州之事指手画脚，甚至是夺了镇西军军权呢。这个你放心，我既然是行军大总管，自然不会给他们机会的。此去常州，我只说是形势危急，我只让裴元带了30%的兵力和粮草先行，他一定会以为后续必定会有大军增援。哼，做梦去吧！裴元不是只听从李逆的驱使吗？如果此战大败，我倒要看看李逆还能不能保得了他。大都督，您刚解毒不久，还是先歇息一下吧。李逆这个人啊，行事老辣，我猜他8成是要在常州拦截我召回的征百越大军。京中传来消息，李逆被免去行军大总管之职，责令闭门思过。大概朝中会用信王、齐王为主帅，派兵南下了。敌将无能，累死3军。有梁王这种昏庸无能的小人做君主，竟然软禁李逆，哼，真是自断臂膀。大都督，大都督，派去追踪太孙的人传回消息，太孙似是隐匿在西长京附近的一处村镇。传令下去，生擒太孙，其余人格杀勿论。是。唉，真是时也运也，天命在此，天助我也。哈哈哈哈哈！裴元派人送来加急文书，说是征百越大军已经渡过了汉水，直逼常州了。虽朝廷给常州补足军粮，
又催着朝中派出援兵。父皇，依儿臣之见，所谓征百越大军，远道而归，疲惫不堪，而且长途奔袭路上也没有什么补给，区几万人而已。而裴元出身武将世家，又带兵多年，不会连眼下都应付不来吧？小裴将军既向朝中求援，若是朝中置之不理的话，只怕裴家会心有想法。二弟，你就是妇人之人，裴家再厉害，那也是父皇的臣子。如果一味的怀柔，他要什么就给什么，那父皇的威仪何在？只是朝中只拨了30%的军粮，委实不多呀。父皇，从前李逆带兵镇西军，朝廷从来不拨粮草，镇西军一样长驱直入，从劳兰关一路杀至收复两京。如今朝廷再次派遣镇西军，已经拨足了30%的粮草。所谓增派援兵，无非就是想坐吃空饷而已。这些都是军营中不成文的规矩，父皇莫受他们的蒙蔽。你是这次的行军大总管，那以你之见，怎么回复裴元呢？依儿臣之见，朝廷必须下令，命裴元不得推诿，即刻从常州出击，一举歼灭征百越的孙部叛军。不懂还瞎来！说好派给小裴将军镇西军的大部呢，开拔的时候只给了小裴将军30%的兵力和粮草，现如今既不给粮草，也不派援军，竟然还命主动出常州迎敌，这不是让我们镇西军的将士去送死吗？交给桃子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给那个何校尉写信啊？朝廷拒绝派援军支援常州，反倒要裴元出击，我又出不了京城，如今之计，唯有请崔家军帮忙支援常州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石七郎，你让崔家军去解常州之围，这事儿能行吗？反正我在信里说了，就当是我困在常州了，他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看什么？我在看这天下第一小白脸儿究竟长啥样。该求时就去求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要是能用一封信解常州之围，哎，这软饭吃的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嘿嘿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哦，睹物思人呀！唉，我觉得齐王殿下他做的不对。怎么不对啊？他心里肯定知道，校尉你一没事儿就会拿在手里摩挲玩赏，可偏偏要用稻草来做这个，那这3天2头给磨坏了怎么办？他就应该呀，用木头雕刻一个才是，这样才结实。还是谢长儿想的周到，不然他怎么会想到给你做一个哨子？因为怎么弄也弄不坏呀。这么看来，这个秦王确实不可周到。校尉，校尉，怎么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？石七郎急信。陛下，陛下，常州急报！如何了？小裴将军奉旨出击，苦战2日1夜后寡不敌众，被孙部叛军围堵，镇西军实不存久，小裴将军身负重伤。那常州城呢？平凉大将军崔乙带着崔家军赶到，一举歼灭了孙部叛军。小裴将军趁机带着残存的镇西军渡河，扎营在常州100里之外。但是，崔乙带着崔家军进了常州城。什么？崔乙占了常州城？父皇，常州乃是军事要冲，不论是落到孙敬手上，还是落到崔乙手上，对我们都是大大的不利呀。父皇，裴元丢了常州城，死罪当诛啊！大哥，现在不是论罪的时候吧？
常州城是被裴元弄丢的，怎么就不能追究了呢？当日，父皇拒绝了小裴将军的求援，裴宪大将军亲自入宫，分说请求父皇增派镇西军主力。但是大哥，你当时说，小裴将军是未战，有意避战。后来3道旨意送到常州，迫他出战。如今常州已失，这个时候如果再定罪于小裴将军的话，只怕裴家会不答应吧？快想想办法！崔姨那个沙胚，上次抢了东都，这次又抢了常州，再这么下去，朕这个皇帝做的还有什么意思？还有什么脸面呢？父皇，儿臣心中倒想保荐一人，若此人能够领兵出征的话，定能收复常州。是谁？臣保荐3弟。不可！李逆正在闭门思过，怎可以带兵呢？3弟自幼能征善战，况且他与孙敬、朱部和崔家军都交战过，尚无败绩。况且这满朝文武之中，只有3弟与裴家素来都十分密切。若此时让3弟领兵常州的话，也许能够打消裴家的不满，重振军心。李逆骄逸狂妄，此前